来过二子玉村几次，都是在车站附近而已。今天想要去比较远的地方，想要去一间工厂，从车站大概要走18分钟。第一次走这条路，觉得还蛮新鲜的。其实可以搭公车到那间店附近，但今天天气蛮凉的，所以我们就用走的。我们刚好经过一间驾训班，看到有车子前面贴着练习中，想到以前去驾训班练开车的时候了。结果考到驾照之后，就从来没有开过车了。我记得那时候是考手排的车，第一天还第二天吧，离合器没有踩好，爆冲了一小段，还撞到你的车子。真的，我怎么没有印象？你忘记了？那时候你在我前面，轻轻的碰一下而已，你的教练就转头过来看了一下。他想说这个人在干嘛？新来的。到了，看起来很像废弃的工厂。它原本是一座铁工厂。季节小菜摊、肉料理、意大利面跟沙拉，我都是单点，加饮料的话还要再另外加钱。还有汉堡，这起司蛋糕感觉很特别，是双层的苹果派、全力粉丝康，还有大饼干。饮料我们选了伯爵红茶和可乐。可乐杯子很可爱，胖胖的，而且它颜色不太像一般的可乐。这可乐味道还蛮特别的。其实刚才看菜单的时候，我就有在想说是不是手工可乐，因为它可乐还写可以选热的，一般应该是不能选热的。大家都在吗？有附汤跟沙拉，可以选饭或面包。我是选面包。我点了一个 BBQ 的汉堡，请店员把美乃滋去掉。我觉得薯条的味道和麦当劳的薯条蛮像的，这是我对薯条一个很高的赞美，因为我很喜欢吃麦当劳的薯条。它在黑板上都有写这些是什么料理。你现在擦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应该是鳕鱼的可乐饼。哦，长得像章鱼烧，很像炸鱼丸。马铃薯加鳕鱼去炸吧。盐柠檬跟拉鱼，味道还蛮重的，还好有这片饼干，可以缓冲一点它的味道。这乍看之下是咸派，其实它是烘蛋，里面有加秋葵跟一种菜。我觉得这吃起来有点像菜脯蛋。厚煎菜脯蛋，薯条太好吃了，我已经先把薯条吃完。我真的一眨眼就发现你的薯条全空了。真的很像麦当劳的薯条。吃这种有厚度的汉堡，我都会羡慕嘴巴可以张很开的人。因为你的嘴巴张不开，没有办法张到那么开，就没有办法一次全部咬下去。汉堡蛮好吃的，汉堡的面包也有烤过，它肉也很香。它的肉有炭香味。这上面还有洋葱。烤牛肉留到好后面才吃哦。你是不是吃排骨饭的时候都会把排骨留到最后？你怎么知道？可乐应该是这个，是零添加物，然后是自己做的，又蛮重的辛香料味。我觉得红茶还蛮好喝的。这红茶原来是他们的料理长去伦敦旅行的时候喝到让他觉得感动的红茶。店里卖的皮革制品全部都是在2楼的工坊做的。
东西还蛮好吃的，气氛也蛮特别的。对，座位跟座位之间的距离也很宽，不会有压迫感。这附近有一座名家园，我们想要走过去看看。从这里大概走8分钟。其实前阵子就想来这边走一走，但是太热了啦，没办法走。前阵子夏天天气实在太热。在名家园的对面有一座农园，这个是可以出租的，而且说1个月5500元。应该是你可以租一块地，然后来这边种菜。看到农作物了，一颗南瓜。我们到了冈本公园名家园。这是一座公园，然后里面有名家园。这公园看起来还蛮宽的。名家园是在右边，右边50公尺处有一座冈本隧道，是一座很珍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先在公园绕一圈，再到名家园好了。我觉得我们好像要走进深山哦，感觉会有什么动物跑出来。要不是现在有小朋友在旁边玩的声音，那我会觉得有一点很像要进森林。对。蛮神秘的一个装置。国分寺崖线的涌水。这边有写说不能采竹笋。如果有人知道排水管的盖子在哪里，请打电话联络。盖子不见了，青蛙看起来蛮惊讶的，嘴巴张好开。但是鸭子看起来蛮冷静的。我们进去名家园里面看看。这茄子有一些看起来好像已经可以吃了。它长得还蛮漂亮的。外面写说隧道在名家园里面，应该就是前面这里，现在已经被埋住了。よろしかったら、このおナス前の畑で取れたんですけど、今日さっき取れたばかりなので、もしよろしかったらお持ちになります。荷物になっちゃうかしら。大丈夫ですか？ぜひ無農薬なので安心して召し上がちょっと泥がついたり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大好き、ありがたいです。今お野菜高いのでね。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美味しいうちに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いた方がおナスも喜ぶので、ごめんなさい、荷物になりますけど、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管理员奶奶给了我们2条在这个农园种的茄子，我们刚才有看到在这里，好感谢她给我们茄子。而且管理员奶奶人很亲切，她给我们介绍另外一个名家园。世田谷区还有一座名家园，比这里规模更大。我们下次有机会也可以到这座名家园看看。我们在这里，然后另外一座在这里。展览应该是在旁边这一栋里面。展示室里面不能拍，里面有展示一些以前的地图、照片跟图片之类的。我有看到冈本隧道以前的样子。刚才在古民家里面的时候，有个弟弟抓着蛇跑进来耶。管理员奶奶问他说：“你不会被咬吗？”那小弟弟说：“不会啊，这条蛇好像很习惯被人家抓，它不会咬的。”我觉得太厉害了。我们走去这附近有另外一栋叫做旧小板家住宅，大概走12分钟。冈本公园名家园这边也有一个公车站。我们要去的旧小板家住宅在这里，我们可以从里面走。Google 地图是叫我们走外面。刚才那个公园里面蚊子超多的，我觉得这里蚊子应该也很多。不知不觉走到蛮高的地方来。旧小板家住宅是世田谷区指定有形文化财。这里面还蛮大的，这栋有2楼，但是2楼不能上去。这里踩起来比较软，有铺地毯，有饭店的感觉。坐的话，说不定直接就坐到地板。雨变大了，想要在这附近找一间咖啡店休息一下。看地图有看到这附近有一间，大概走5分钟。卖咖喱跟荞麦面。食材都还蛮讲究的，这间店都没有用小麦粉、乳制品跟植物油。点了荞麦面，紫油里面还有秋葵和半熟蛋、葱，还有鸡肉。
我点了点心盘、苹果卡士达蛋糕卷跟冰淇淋。饮料我选了红茶。满满的都是坚果，每一口都可以吃得到，感觉是吃起来很健康的冰。蛋糕卷上面有撒肉桂粉，我有闻到肉桂的味道。我有闻到肉桂的味道，可能是因为有苹果的关系吧，它的肉桂味有点重。这蛋糕蛮绵密的，如果肉桂味道可以再淡一点就好了。蛋糕跟中间的酱都还蛮好吃的。一个一小块鸡肉。荞麦面好好吃，以前我比较喜欢吃乌龙面，现在如果看到乌龙面跟荞麦面，有时候会想吃荞麦面。你一下子就吃完了。荞麦的味道蛮香的，好吃。离这里最近的车站是田园都市线的永和，大概走16分钟，但是我们要走回二子玉川站，大概要走25分钟。不知不觉就到了离车站快半小时路程的地方了。这一块应该也是菜园吧。想要到之前有来过一次的无麸质面包店。现在内用全部坐满了。这只兔子画得很写实，还买了一个山石，这个上次有买过，我们都觉得很好吃。今天这样走一走，其实也走蛮多路的。我刚才看我们已经走了快12000步了。我们回车站吃晚餐。店里有放面包小偷的绘本，可以选13谷米或白米。13谷听起来好多。有和风下午茶，还有咖啡，颜色好漂亮。沙拉饭跟茶泡饭，日晒。有卖金抹茶的生意大利面，这看起来不错哎。我点的茶泡饭来了，炙烧鲑鱼和酪梨的茶泡饭，鲷鱼的高汤，还有附一些小菜。我点了和风汉堡排。我们两个的小菜是一样的。看到茄子就想到你包包里的2根茄子。对，我们明天可以加菜。吃起来 QQ 的，但是我觉得调味有点咸。哦，那个海的香味出来。我其实也蛮喜欢吃汤泡饭类的，就我觉得蛮好吃的。啊，我的炙烧鲑鱼被烫熟了。今天真的很感谢明家园的奶奶给我们茄子，隔天我就迫不及待把茄子煮来吃了。外皮偏厚，味道很不错。在东京能感受到这样的人情味，真的觉得心里很温暖。
谢谢大家看到最后，我们下支影片见。